好了，大家，我现在面前的是小米刚刚发布的小米17 Pro 和小米17 Pro Max 啊，谁还不是个17啊？那么今天的视频里，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看这两款手机有哪些好玩的点。我们先看17 Pro 吧。哎，一个100瓦的 USB-A 充电插头，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手机壳，一个透明材质的手机壳。把这个机器呢，先给它拿出来，1、2、3。当当哦，它是一个浅紫色的，后置镜头旁边的区域呢，增加了一块屏幕，前后边缘加入了一点点弧线去提升质感。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米17 Pro Max， 哎，充电插头同样是一个100瓦，这个隐隐约约感觉好像是一个绿色的边框啊，哎，哦，这是一个偏近于松山绿，对不对？墨绿色的。这样的机型，那所以它的后置镜头应该也要比17 Pro 大一点，对吧？这两款机器单纯从颜色上来说啊，我会更喜欢绿色这一款。小米今年的产品思路上做了调整啊，此前 Pro 单机型今年被分成了一大一小两款手机，机身细节上呢也有诸多改变。所以今天的视频呢，我会从外观手感、背屏、性能续航和影像这几个角度来聊聊这款产品。核心我们聊一聊这次的背屏有哪些新玩法。视频的第一部分，我们先说外观啊。这次后置镜头旁边的一大块玻璃屏幕，就是这一代的显眼包。小米从11 Ultra 那一代像小小种子一样的小小外屏，终于在17 Pro 系列上开花结果。为了让这块背屏尽可能的显示更多的内容，超广角和闪光灯被迫从镜头模块中挪到了室外啊。超广角心里苦，但是超广角它不说。今年两款手机屏幕从前代的6.7英寸呢，变成了一个小屏6.3和一个大屏6.9，和 iPhone 统一标准了。屏幕彻底取消了 2.5D 弧面，改成了纯平的屏幕。边框呢也比前代变得更窄，包括边框边缘的那个小小倒角，在手感上也非常接近 iPhone 16 Pro 和16 Pro Max。虽然屏幕面积和 iPhone 统一了，但是重量这一次小米这两款控制的不错。我自己使用 Max 几天时间，觉得也并不是非常重。当然了，这和后盖采用玻璃纤维的材质也有关。质感的话，我觉得玻纤后盖还是要比玻璃后盖要更弱的。我把小米近几代手机摆在一起，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不同的产品形态，不同的外观设计，大家觉得哪一款外观设计比较符合你的审美呢？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聊一聊这次这块背屏。首先，背屏玩法，小米早在11 Ultra 上就尝试过，对不对？当时呢是一块非常非常小的小背屏，交互界面呢其实和小米手环差不多，平放手机在桌子上可以看到时间。其实我们往前倒，魅族在更早的时间就也尝试过背屏，但是在此之前呢，背屏上有两个无解难题。第一个就是后盖采用屏幕，它更容易碎；第二个就是背屏它需要点击才能够亮屏阅读，操作起来就好繁琐。而这次小米是通过技术升级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首先，背屏采用的是小米龙晶玻璃，耐摔性较普通的玻璃提升了10倍。这个玻璃出厂的时候它会有自带一个贴膜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拿到手机呢，就这个贴膜就不要撕了。同时呢，这块背屏它是支持全天候显示的，就是你不用点亮也能看得清。现在是点亮的状态啊，我现在已经把息屏显示打开了，然后我们等它熄灭。哎，大家能看到吗？如果是类似于这种黑色表盘，对吧？这种细节我日常在使用的时候觉得它的细节就会比较少。另外呢，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一个跟所有小折叠同样的问题，就是镜头这个位置和这块玻璃这个位置啊，它会比较容易积灰。这块背屏它的屏幕素质我自己测试相当高啊，除了黑色能显示纯黑之外，在熄灭状态下它的屏幕亮度是和 iPhone 那个息屏屏幕亮度是相同的，要比小米17 Pro 系列正面的屏幕更亮。同时在屏幕功耗上也会控制得更好，比如说我在开启倒计时功能的时候，就可以像 iPhone 一样去显示分钟的数字。那么问题来了，小米为什么要加入这样一块背屏呢？从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来看，小米这次在17 Pro 系列上加入这个背屏，核心灵感应该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小折叠上大受好评的那个无限个性化壁纸，第二个呢，其实也是小折叠上大获成功的，就是大屏自拍体验。这块背屏我会从4个玩法分享我的这几天使用的感受啊。正式开始之前，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背屏的交互逻辑。双击点亮屏幕，右滑是相机，上滑是返回，长按是换壁纸，核心手势就是这4个。那么第一个玩法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极致的个性化，光是个性化的时间显示就有8套啊。小鱼和小水母它的时钟啊，因为这两个背景都是黑色的，主体亮度呢本身又特别的高，所以说这个质感非常好，就真的好像在水里游一样。那么我们刚才说的那是简单的时钟啊。
小米的看家阵容萌宠天团登场。这是一套从折叠屏到小米汽车，再到小米倍屏通吃的小动物组合。在所有萌宠里 ，C 位自然是这一次的熊猫胖达。你点击它的话呢，它会呈现出不同的小动画，就是因为它除了拥有动画，还能够和用户的行为产生联动。比如说你在手机听歌的时候，这个熊猫也在用耳机听歌，不过它戴耳机的这个方式，我觉得也是听了个寂寞呀。当我向它伸出拇指，它也会跟我点赞；当我对着它比耶，看到了吗？它还会对着你比心，然后我就尝试比心，这样比心好像没有反应，那这样比心也没有反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这种比心。你看，个性化壁纸的第3个小玩法 AI 生成。比如说我随便找了一张蜡笔小新和小白的照片，然后我点击生成了一个动画，大家看好了，然后大家看啊，现在这个是倍屏，当我双击它看那个动画，刚才有一张普通的图片，然后就能生成一个这样非常流畅的动画。我现在从网上找到了一张这个哆啦 A 梦的壁纸 AI 动态，然后羊毛毡，这个就是真的一张随随便便普通的壁纸就生成了这样一个动画。去年我和大家去洛杉矶玩的照片，我生成一个动漫风格，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不过 AI 它还是会出错啊，比如说后边的王野老师给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比如说我选了4张我都使用小爱生成的明星照片，我先不说这4个明星是谁啊，大家就根据漫画形象，你能猜出来这4个人是谁吗？好吧，那么我揭晓谜底了啊！当当，除了生成人物形象，你也可以把家里的小宠物生成 AI 形象，然后扣在你这个倍屏里。比如说我把我家的小猫 Plus 生成了一个 AI 形象，它会把小猫的眼睛的颜色呀，小猫这个独特的花纹呢，包括小猫耳朵的各种细节，都给你还原到 AI 形象当中，真的就是你们家独一无二的那只小猫。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其实各家手机厂商 AI 目前的基础能力啊都差不多，比如说改文字的语气，概括一下中心思想，生成不同画风的图片。那么怎么能够把这些能力找到适合展示它的场景？我认为这是考验厂商的环节。说完个性壁纸，那么我们进入今天倍屏的第2个玩法，也就是这块倍屏它存在的核心意义——自拍。小米希望在这款直板手机上用最小的代价去实现像小折叠一样使用主摄进行自拍的能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倍屏有多大啊？左边这个是小米 Mix Flip 2，那肯定是不能跟现在这种全面屏机型来进行对比了。但是如果拿出几款之前的小折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OPPO Find N3 Flip、vivo X Flip， 然后这个是三星Z Flip， 当然这个不是最新款啊，这是之前的一款，几乎和这2款小折叠它的外屏大小面积是接近的。那么用后置自拍体验如何呢？首先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对比一下后置和前置自拍对比啊。后置镜头它有更大的传感器，那就带来了一个更真实的光学虚化效果。第二，同样在暗光环境下，后置主摄可以获得更出色的画质细节。现在你可以在后置主摄更好画质的前提下，精准的去调整你的画面构图。第三，后置镜头自拍呢，你可以在超广角、主镜头2倍甚至5倍4个焦段来进行选择，就是你自拍 vlog 的时候就可以收纳进更多的视野。在视频录制中还有一个小细节，当你的眼睛盯着倍屏的时候，你的视线是完全在这个画面正中间的。另外，在倍屏暗光自拍场景当中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这次小米的倍屏补光策略，它并没有选择使用后置的闪光灯去补光，而是选择了通过倍屏发白光去补光。我当时还好奇，我说小米为什么这么设置呢？后来我尝试开一下闪光灯，好家伙，差点没给我闪瞎。那么我们对比一下不开补光灯、开补光灯和开闪光灯3张暗光样张。不开补光灯的话，我的脸上一面太亮了，一面太暗了，这就出现了在拍照的时候有一面出现过曝的情况。而开启补光灯之后，因为脸两侧都有光线照到，那整个脸部的曝光就变得更加均匀。然后在自拍环节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玩法，就是当我们把拍照人像再往右滑，这里有一个大头贴模式。这个大头贴模式啊，有一点点像2000年那会儿，哇，这个小美颜流行的那个大头贴照片。就我印象当中，我们班当时女生特别喜欢2个人一起去那个机器里边，然后拍照，然后它里边呢有不同的这种照片组合形式，这个模板好像还挺多的啊，这个感觉有点那个2000年那时候的感觉。然后它就会连续拍摄4张，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利用你们家的小米照片打印机来把这张照片直接打印出来。我把这张照片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点点当年那个照大头贴的感觉？我可以笃定的说，小米17 Pro 这一代产品的成败就在于有自拍需求的男生和女生能否通过 Pro 系列去撬动这个市场，就是小米背屏在未来几代机型中能否延续下去的关键。背屏还没完，第三部分我们来聊一聊它的实用功能。首先，背屏可以倒计时，可以设定闹钟。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背屏它的屏幕技术更先进，所以说可以显示分钟。第二，可以显示你正在听的歌曲啊，类似于当年挂 QQ 的时候，其他人能够看到你正在听的 QQ 音乐。第三，就如果手机扣在桌子上的时候呢，你可以快速的接听或者挂断电话。接通电话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去打开免提。在接听和挂断之外，其实我更喜欢的是上滑屏幕将手机实现静音。第四，你可以显示打车的车型、车牌、距离信息，你可以显示外卖的配送进度，你可以显示航你纵横的飞机、火车信息，你可以显示电影院座位和开场时间，你还可以通过背屏去对你的小米汽车进行一个快速的解锁空调打开等等操作。这块外屏还可以把你主屏幕上的任何内容通过呼出小爱快速截图，然后直接钉在屏幕背面上，你想看到的信息，你随时翻过来就可以看到了。我个人觉得，对于打车、外卖这些正面屏幕本身就会显示的信息，还通过背屏来显示，这个价值不大。我把手机扣在桌子上，就隐含这个意思，就是我本身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手机信息，对不对？所以这几天我用下来，我觉得这几个功能很新鲜。但是用了几天之后呢，我可能还是更喜欢直接使用正面这块大屏来阅读，比如说外卖的信息滴滴打车的信息我觉得背屏它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非常重要，但是你可能短时间还用不上的信息。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在淘宝拼多多退货的时候，然后选择官方寄件，他会给你一个退货码。这个快递码生成之后，这个快递师傅通常都会几个小时之后来，然后每次他来的时候呢，你就要打开那个 app， 然后找到退货，然后再点开那个退货码，然后再告诉他，就手忙脚乱的。那么现在我就可以直接按住小爱，然后直接手动选择这个退货码，选择贴到背屏。我们旋转手机，它会自动提取你刚才截图中的文字信息，然后贴在背屏上。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看到这个信息，你可以直接上滑，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呢，直接下滑。比如说我去环球影城入场的时候，它有一个入场二维码去扫描，我也可以给它钉在背屏对不对？一会儿我直接扫码快速进场。这些信息就是你明知道一会儿要用，但是用之前呢，你可能还需要手机操作去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我觉得把信息钉在背屏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场景。背屏的功能还没完还有第四部分，那就是小米再次发动生态优势，打造了一款游戏手柄手机盒。这款手机壳的重量很轻日常佩戴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却拥有真实的机械按键以及机械按键所带来的那种机械反馈。然后它是通过 NFC 进行配对，通过蓝牙进行连接。然后这个位置，包装里有一个充电线，充满一次电可以连续使用7天的时间。就像我说的，不需要任何设置我们直接按 Power 键。这里亮了小绿灯，看到了吗？它就自动进入掌机模式。然后呢，小米官方是安装了4款游戏愤怒的小鸟、消灭战机、毛球跑酷和经典贪吃蛇。我快速的给大家过一遍首先，愤怒的小鸟，小米和愤怒小鸟团队来进行定制的，通过这个方向键来进行拉动这个弹弓，然后上下键呢来调整这个位置，然后选择 A 是发射，爆炸，怎么样？然后你可以进行下一关选关，然后我们选择 Power 就退出。再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游戏消灭战机，小蜜蜂类的游戏，我只需要按住左右。哎呀，完了！这个游戏还没有练习过第三款游戏就是毛球跑酷，有一点点像手机游戏上最早时间那个神庙逃亡，对不对？你控制一只小猫，然后呢去吃金币。大家关注一下，哇！我必须要说，这个手柄的机械反馈质感非常棒。然后，哇！现在有一个这什么？第4款呢是经典贪吃蛇，反正肯定是比之前大家玩过的任何一个，我看我封锁，怎么样？比大家之前玩过的任何一个这个手机外屏的游戏都更好玩，更像掌机。然后进入今天的重头环节了，就是除了这4款官方游戏之外呢，你可以在这个背屏上激活第三方的模拟器。我现在呢简单安装了几个，当然这个安装过程还挺麻烦的，我给大家简单的体验几个松鼠大作战2，之前大小屏里我一直会喜欢小屏多一些，但是哎呀，完了死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支持这个背屏掌机模式所以我觉得好像
Max 要比Pro 要更好玩一些。大家熟悉的音乐响起啊，我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版本不就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吗？是否能勾起大家的一些往日回忆？行了，就先给大家演示到这儿吧。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掌机模式的话，那么无疑 Max 会提供一个更好的体验。对于小米17 Pro 这块备品，我认为这是小米几代产品经验总结加上硬件技术进步加上生态链丰富共同作用下的一次更新。自拍是吸引那些热爱拍照的用户，个性化是吸引那些喜欢时尚的用户，手机壳是吸引那些喜欢打游戏的用户。大家可以看一看你有没有落入小米17 Pro 的攻击范围。那么，终于说完了备品，我们进入今天的视频的第3部分啊，说说这次的性能和续航。小米17 Pro 这次的电池都增加了，其中小米17 Pro 电池是6300毫安时，比前代增加了200毫安时。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机身尺寸缩小的前提下，电池反而增大了。而17 Pro Max 它电池则来到了7500毫安时，赶上一个充电宝了。实测同时观看 1080p 在线视频加弹幕8小时，加上17 Pro 系列备屏开启，小米17 Pro 耗电38%，小米17 Pro Max 耗电32%。充电环节呢，这一次小米支持了100瓦快充 ，Max 15分钟充电量45%，好家伙，7500毫安时电池啊！而且这次小米支持的100瓦快充，终于不再是私有协议了。未来无论是插头啊，还是说车载充电啊，只要支持 PPS 协议，其他车厂或者说其他第三方的充电插头厂商都可以给小米17 Pro 实现100瓦快充。另外，我要吐槽一点的就是，这一次标配的插头依然是一个 USB-A 接口的充电插头，如果是一个 C 口的话，出差携带的时候兼容度就更高了。这一次呢，小米还推出了 MagSafe 专用磁吸壳，佩戴之后还可以搭配包括预期车载充电器在内的各种 MagSafe 配件。在这个 MagSafe 充电壳的加持之下呢，小米还推出了一款新的超薄磁吸移动电源啊，这个可以给小米17 Pro 系列实现15瓦充电，它是一个5000毫安时电池。当然了，因为它支持 MagSafe， 所以它也可以给你的 iPhone 来进行充电。在性能上，这一次小米17 Pro 系列呢首发了第5代骁龙8至尊版，采用第3代3纳米制程，性能提升，功耗下降超过30%。那么实际表现如何呢？实测原神极限画质跑图，17 Pro 两款机器和前代15 Pro 呢都几乎能够满帧的跑下来。在芯片功耗上，17 Pro Max 是最低的，15 Pro 呢是最高的。散热表现上 ，Max 要更好一些，30分钟最高温度38.7度。在更吃性能的崩坏星穹铁道黄金时刻极限跑图测试当中呢，前代小米15 Pro 坚持了8分钟之后，帧率开始波动，并在14分钟之后呢掉到了36帧左右。30分钟之后，平均帧率44.6帧。小米17 Pro 受限于体积，游戏3分钟就开始帧率波动，一路震荡啊。最后呢，虽然说平均帧率略高于15 Pro， 但在发热和耗电上呢也没有优势。对于游戏党来说，肯定不是首选。17 Pro Max 帧率非常稳定，同时非常高啊。游戏持续到了16分钟之后，才开始出现轻微的波动，并且以58.9帧的成绩完成了测试。功耗和电量消耗百分比是3款机型中最低的，不过发热达到了46.8度，是3款机型中最高的。今天视频的最后一部分也是第4部分啊，我快速说一下影像能力，因为这一次时间很紧张啊，所以说影像部分呢，我只做了简单的测试。这一次后置主镜头传感器要比前一代小幅提升啊，小米着重增加了逆光环境下的动态范围表现。因为实在没有时间测试了啊，我快速用2张照片给大家说明一下。我在测试之前呢，我认为这次升级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 HDR 算法，但是对比小米15 Pro， 大家可以看这个灯的照片，除了背景动态范围更高，灯泡和灯罩之间的这种光线变化层次也更加明显了。第2张照片呢，则是室内环境光和室外大太阳光的一个强对比。你会发现在左边室内墙壁画质它有明显提升的前提下，右边室外强光也没有出现过曝。Pro 和 Pro Max 两款机型虽然都是长焦5倍，但是采用了不同尺寸的传感器。另外 Pro 机型为了能够收纳进更小的机身，它也采用了不同的光线反射路径。那么问题来了， Pro 和 Pro Max 差距会很大吗？实际测试如果不对比的话 Pro 样张看起来也不错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对比的话， Pro 在人像面部细节上呢能够和 Max 保持一致，但是人物衣物的这种织物纹理 Pro 就要缺少一些细节了。暗光场景测试中呢，整体观感是和前代比较接近的，细节上会比前代更多一点啊，比如说木纹的细节，比如说帐篷的细节。不过17 Pro 这一代降噪算法的加入，我觉得个别位置会涂抹掉一些细节，我不知道后续是否能够解决
决这个问题。在难度最高的暗光视频对比中，17系列第一个优势就是在暗光环境中更容易激活长焦镜头了。这个我自己实际测试啊，有几次15 Pro 它那个长焦镜头光线如果太暗，它就打不开了，只能用主镜头裁切放大，这样的话画质差距就比较大了。后来我强制开启长焦镜头进行对比，15 Pro 的曝光策略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因为它传感器天然尺寸落后吧，画面细节17 Pro Max 明显就要更好。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17 Pro 和17 Pro Max 这两个长焦暗光视频的对比，小米在17 Pro 上呢，应该是采用了一个类似于多帧合成的暗光视频拍摄算法。握持稳定的话，17 Pro 的暗光视频细节就会非常多。一旦当我移动镜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在这个画面没有稳定之前，17 Pro 的画面就会出现抖动噪点增多呀。所以虽然都是5倍长焦，但是 Pro Max 在多个场景中都要比 Pro 表现得更好。总结。小米17 Pro 系列这一次喊出的口号呢是全面对标 iPhone 坚决对标 iPhone。在我看来，屏幕尺寸的设定 ，Pro 和 Pro Max 的双机型，甚至是产品名跳过16直接来到17，都只是为了方便传播。小米这次真正对标苹果的，其实是不再执着于某一个单一场景的无极限刷分，而是像苹果一样去开辟新的使用场景，总结自己在市场中成功的经验，配合目前硬件的技术，去创造出一些有趣的、好玩的，同时有价值、真正能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的场景，这才能够真正打动更多的消费者。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能给大家带来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